大家好，咱们今天就来说到中国经济这盘大棋，看看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现在是个啥情况。首先来看看苹果这个科技巨头的最新动作。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年啊，跨国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是苹果这回可是玩真的呀！据说苹果决定在印度生产最新的 iPhone 16系列，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一个实打实的大动作。你们想啊，苹果一直都是在中国生产高端 iPhone 的，印度那边主要就是搞低端和旧版 iPhone。现在苹果要把最新的 Pro 系列也搬到印度去生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苹果对中国失去信心了呀。分析师们都说了，这标志着苹果在供应链多元化战略上有了重大转变。在野认为呢，这背后的原因可不简单。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苹果这是在未雨绸缪啊。他们想增强中国以外供应链的弹性，同时也是对印度高科技制造能力的一种认可。这不就是在说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要倒了吗？大家知道吗？苹果在印度的产量可是蹭蹭往上涨啊！去年印度组装了3000万部 iPhone，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生产了1800万部了。有预测说到2025年底，印度生产的 iPhone 可能占到总产量的 23%。这些手机不光是卖给印度人，还要出口到美国呢。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在被印度蚕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研究员说了，这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转变。不光是苹果、微软、亚马逊这些大型科技公司都在考虑把制造业移出中国。为啥呢？还不是因为中国的各种安全和经济风险。这些大公司都不傻，他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隐患，所以才要跑路啊。印度这边可是抓住机会了呀，他们推出了各种政策、激励措施和补贴，就是为了吸引这些企业。像富士康这样的苹果供应商，在印度可是得到不少好处呢。你看看，人家印度政府多会来事啊，这不就是在抢中国的饭碗吗？有分析师说，苹果在印度的生产能力越来越高效了。去年6月，苹果 CEO 库克还在华府跟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呢，说印度代表着巨大的机会。你看看，这话说的，摆明了就是要跟中国说拜拜呀。再也都能想象到中国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脸上的表情，肯定是比吃了苍蝇还难受。不过呢，苹果在印度也不是一帆风顺。专家们说了，培训熟练劳动力的过程很慢，特别是现在设备越来越复杂。苹果和富士康还得建立更可持续、更可行的供应链来提高产量，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但是你们想啊，就算印度现在还有这些问题，人家好歹是在进步，在努力。再看看中国，除了内循环还会啥？再来看看汽车行业，这边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啊！大众和上汽的合资企业要关闭南京工厂了，这可是有40年历史的老厂啊！而且听说还可能关闭更多工厂呢。你们想想，这可是大众啊，曾经在中国风光无限的大众，现在都要关厂了，这是有多惨？为啥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中国燃油车需求放缓吗？这个南京工厂年产能可是36万辆啊，生产大众帕萨特和斯柯达的。现在呢，要么关闭，要么卖掉，真是让人唏嘘啊！这不就是在说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饱和了，甚至开始萎缩了吗？不光是南京，上海那边也不好过。2年前就停了一家工厂的生产，现在第2家工厂的产量也减少了，说不定也要关门大吉。再也都能想象到那些工人们的心情，本来以为进了大厂就能吃上铁饭碗，结果呢，饭碗没了不说，连锅都要被砸了。大众在中国的39家工厂，去年的产量比疫情前的高峰期还低了1/4多。今年上半年，大众在中国合资企业的营收更是比2015年的高点
下降了一半啊！这数据简直是惨不忍睹啊！大家想想，如果连大众这样的巨头都撑不住了，那些小厂还能活吗？上汽集团这边更是要大规模裁员了，上汽通用要裁30%，上汽大众要裁10%，非凡汽车更是要裁一半以上。大家想想，国企大规模裁员，这在中国可是稀罕事啊！这不就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那些被裁的员工们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去摆摊吗？再来看看金融界这边的情况，更是让人心惊肉跳啊！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可是直接说了，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越来越艰难。他家的投资组合里只有一小部分还留在中国呢。大家想想，这可是曾经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达利欧啊，现在连他都要撤资了，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经济真的出大问题了？达利欧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比1990年的日本还要大。你们想想，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惨状，现在中国比那还要糟糕，这是有多惨啊！日本经济停滞了这么多年，要是中国也这样，那可真是要完蛋了。他还说，中国经济疲软可是对当局的重大考验啊，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避免大规模刺激政策，这不是左右为难吗？再也看啊，这可真是进退两难的局面。搞大规模刺激吧，又怕重蹈覆辙；不刺激吧，经济又上不去，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呀。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中国银行业可是发生了大地震啊！今年上半年，42家上市银行就有超过4万人离职，这哪是正常的人员流动啊，简直就是集体逃亡啊！你们想想，银行可是一直被认为是金饭碗啊，现在连这个金饭碗都保不住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金融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啊！最惨的是，逃得最快的竟然是年轻人，邮储银行半年就少了5000多名30岁以下的员工。这些年轻人宁可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在银行挥霍青春。你说这银行的工作环境得有多糟糕啊？大家想想，这些年轻人可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啊，他们都不看好银行业了，那中国金融业还有希望吗？有前中国官员透露，现在金融圈的高管们可是在排队辞职啊，很多人都不想干了，有的金融机构管理层甚至是集体辞职。这背后折射出的可是中国金融体系深层次的腐败和系统性崩溃的迹象啊！大家想想，如果连这些高管们都要跑路，那普通老百姓的存款还安全吗？最后来看看经济数据，这可真是惨不忍睹啊！8月份的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全都不如预期。高盛和花旗都把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调低到 4.7% 了。你说这是有多惨啊？要知道，中国政府设定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可是 5% 左右啊，现在连这个目标都达不到，这不就是在说中国经济已经失控了吗？有分析师警告说，如果北京当局再不采取财政刺激措施，中国经济可能会梦游式下滑，进入更深不见底的黑暗。这话说的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大家想想，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进入了这种黑暗，那对全世界会有什么影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批评北京反应太迟钝了，没有采取必要的大胆经济刺激措施。他说，货币政策必须迅速且果断，但北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就是说北京当局无能吗？大家想想，如果连这些顶级专家都这么说了，那中国经济的前景能乐观吗？更可怕的是，如果北京再不赶紧推出强有力的支出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类似日本几十年停滞或欧美房地产危机后痛苦债务重组的恶性周期。再来看看房地产市场，这可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啊。
8月份房价年跌 5.7%， 创下9年来最大跌幅。你们想想，房子可是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啊！现在房价大跌，这不就等于老百姓的财富在缩水吗？更可怕的是，很多人还背着几十年的房贷呢，房价跌了，贷款可不会跟着跌呀。北京当局试图通过降息、放宽购房限制、承诺购买未售房产等措施应对房地产危机，但效果呢，简直是杯水车薪啊！房地产市场的颓势可不是这些小打小闹能扭转的。大家想想，如果房地产市场真的崩溃了，那中国经济还能撑得住吗？再说说失业问题，这可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啊！官方数据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但是大家信吗？再也可是听说，很多地方的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特别是年轻人，大学毕业即失业已经不是新闻了。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那他们怎么消费？怎么买房？怎么结婚生子？这不就是在断中国经济的未来吗？说到消费，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啊！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2.1%， 远低于预期。大家想想，消费可是拉动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之一啊！现在消费不振，那经济增长靠什么？靠出口，可是人家要加税啊，形势也不乐观啊！靠投资，可是现在产能过剩已经很严重了，再投资不是更糟糕吗？最后再说说外资撤离的问题。不光是苹果，很多外国企业都在考虑撤离中国或者减少在华投资。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差，政策越来越不可预测吗？大家想想，如果外资都撤离了，那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增长吗？还能获得先进技术吗？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么多。再也看了这些消息，真是为中国经济捏了一把汗啊！不过呢，咱们还是要保持希望，说不定哪天中国经济就突然好转了呢。当然了，这种可能性可能比中彩票还小就是了。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咱们下期再见。